各位国人同胞，民主是我们的市场，是我们的价值，也是我们国力的展现。台湾曾经是世界戒严最久的国家，现在我们是亚洲民主的灯塔。昨天是520，中华民国总统就任1周年。按照惯例赖清德在总统府发表了一个演讲。在这次演讲之前台湾的媒体也包括国际的媒体都预言赖清德的调门有可能会比较低，因为就在2天之前，他接受了台湾一个 YouTuber 一个网红的采访在这个采访过程中间，他说大陆和台湾它是一种公司的并购关系。很简单的道理嘛，中国是比较大的公司嘛，台湾是比较小的公司嘛。如果说你要并我的公司，你要提条件对吧？不是台湾来提条件，让你说要或不要。而且大家听一下这个给人感觉好像是大陆和台湾就是2个公司嘛。如果你大陆想要统一台湾的话，你开条件就行了。台湾要是认为条件可以，那就统一嘛。所以他的这个讲话一出来立刻就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蓝营的就说：“你瞧瞧，你瞧瞧。”赖清德已经由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了一个务实的统一工作者然后绿营呢就都不吭声了但在我看来其实蓝营的这些人的解读也有点过分解读的这个含义因为赖清德早年他就一直在讲他自己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实际上他不仅仅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其实他也是一个坚定的台独工作者。为什么很多绿营对赖清德这句话呢不是特别在意呢？其实他们都知道，对于很多绿营坚定的支持者来讲，他知道赖清德是一个坚定的台独工作者，他们可以接受就中华民国的总统，就这些主张台独的人呢，他可以出于策略的考虑说很多自己不愿意说的话，也就是违心的话。你就比如说当年陈水扁当总统，陈水扁大家都知道，那民进党的人嘛，第一次当选总统他内心肯定是认可台独的，但是他当时在总统就职讲话的时候，他讲到4不1没有。本人保证在任期之内，不会宣布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路线，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那你觉得陈水扁当时讲4不1没有的时候，他自己内心他真的认可这4不1没有吗？显然不是，出自于这种所谓的不得已的考量，是一种策略性的讲话。咱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简单讲，台湾跟对方的中国一边一国都要分得清楚。那赖清德他的讲话，你不能单独看这一个所谓的并购说，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头讲什么境外敌对势力讲什么两岸互不隶属那才是他的真心话。所以这种所谓的并购说一说其实大家都觉得你其实没有必要太当真。果不其然呢，在520这一天赖清德在他的演讲过程中间只字未提。我在这里再次重申，只要对等尊严，台湾很乐意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透过交流来取代围堵，透过对话来取代对抗，朝和平共荣的方向来发展。也没有讲互不隶属也没有讲境外敌对势力也没有讲台湾主权这些话。相反呢，他的调门呢确实比较低。他还讲到他说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只要符合对等尊严的这个条件，他愿意敞开大门跟大陆进行对话谈判。还是话说的其实挺善意的就很多人都说了，向大陆释放了高度的善意但在我看来，其实这句话呢你也不必当真。那你想想，过去20几年大陆和台湾已经建立起来的沟通管道，就比如说两岸之间的海基会和海协会的对话，那你说是不是对等尊严呢？肯定还算吧。甚至包括马英九和习近平在新加坡的见面，也算是对等尊严双方之间没有称呼对方的官衔，互称马先生和习先生，是吧？这实际上也是对等尊严的对话但是你问赖清德愿不愿意呢？他肯定是不愿意。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这些对话有一个前提，就是两岸之间共同愿意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个中国，台湾定义为是中华民国，大陆定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不管怎么样，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咱们不谈，但是它是确确实实它属于同一个中国，这也就是9·2共识嘛。这民进党肯定是不愿意的。民进党现在的这个对中华民国宪法的解释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这我们过去节目里头也讲过啊，就中华民国是台湾，仅仅是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没有关系，这是它的基本定义。虽然说它不符合中华民国的宪法但这是民进党的基本政策。只不过它基于现实考量呢，它不能去废除这个宪法因为废除宪法有战争的风险嘛。所以我今天我想就着这个赖清德的520的讲话这个契机我想分析一下未来海峡两岸前景发展的几种可能性。在这种分析之前我要先强调一点，很多人都说我有大中国情节，说王局这个人呢，你虽然说你不喜欢共产党，是吧？你被共产党迫害，但你仍然有大中国情节，你仍然希望海峡两岸统一。这个我其实我在2年前我接受台湾那个 KK 秀，他们采访的时候我就讲过，其实我自己完全能接受台湾独立，只要是两岸之间是和平独立，那世界上多2个华人国家，我其实完全能接受。大陆迫害我了，我去台湾去住，是吧？换一个华人国家去生活，又不需要重新学习语言，挺好的。这世界上如果有10来个华人国家，那其实华语的影响力，那可能在国际上也跟英语分庭抗礼所以在我看来，我不是不能接受这个台湾独立，我的观点是，你台湾能不能独立，是基于现实考量。这种现实考量跟我自己内心的好恶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大家听我今天这个分析它都无关我自己内心的那种所谓的价值偏好，我只是基于现在台海之间的现实考量，尤其是站在台湾人的利益的角度去考量，怎样一种前景对台湾现在的普通百姓也好包括台湾的这个2300万人民也好是哪种选项是最有利的。好了，我们接下来就来进入正题来分析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就是台湾现在其实是没有独立的可能性，也没有独立的本钱的，这是我们分析台海现实最重要的一个前提。这里头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你想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中间的联合国呢有一个2758号协议，这2758号这个决议呢本身就规定了大陆也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中华民国的法统，在联合国这个层面上因为联合国现在是被认为主权国家才可以加入的组织嘛。那么台湾当时是被联合国给驱逐出去的，就是说它的国际法地位被大陆给取而代之了。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议，虽然现在很多人说他说2758号决议不涉及到台湾的主权定位，只涉及到谁来代表中国。如果台湾不想代表中国了那其实那也没关系嘛。当然这是一种解释你这种解释能不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呢？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低因为毕竟来讲，台湾问题你如果前推它的导致的原因，它其实就是中国内战的延续。那么现在国际社会上普遍上对通过武力方式来谋求独立的，基本很少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非常非常少。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独立的都是和平独立。大家比如说北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去了，那是英国允许北爱尔兰搞公投，然后最后呢你分立出去。比如捷克和斯洛伐克这2个国家当时也是独立那独立也是这2个国家和平谈判最后分裂成了2个国家。你比如说加拿大的魁北克，他想搞独立，那你就搞公投嘛，加拿大的宪法允许这种方式。但你如果魁北克你要是去搞武装斗争，你想搞独立的话，那国际社会没有几个同意的。你就比如说俄罗斯里头内部的车臣你想搞独立，你看国际社会上有人支持吗？尽管俄罗斯这个国家国际社会上没有几个喜欢的但是车臣搞独立，国际社会也几乎没有人这个去支持。你包括中亚的库尔德国，那库尔德国现在事实上也是一个独立王国，你看看国际社会有几个去支持库尔德独立建国的？除了好像什么土耳其这样的国家个别的承认以外，再没有人承认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当今的国际社会对通过武力谋求独立的这种想获得普遍的支持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么言下之意，换言之，你除非你打赢一场独立战争，对于台湾来说，如果你要想通过
从中国大陆独立出去，你就必须打赢一场独立战争。而大家可能都能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就是台湾实际上是没有能力打赢一场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独立战争的。所以台湾要想从中国大陆独立出去啊，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那么哪种情况下它可以独立呢？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这种可能啊，就是中国大陆在某一天，未来的某一天啊，它突然变成了一个崩溃式解体，就中国大陆完蛋了，经济崩溃了。经济崩溃之后呢，新疆也独立了，内蒙也独立了，甚至上海也独立了，就是那个护独党也回去执政了啊。然后李洪志也回去在东北搞独立了，四分五裂。在这个时候啊，台湾如果宣布独立，那估计大陆上也顾不了了。你就比如说当时前苏联解体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国家突然一夜之间就全都独立了嘛。那俄罗斯，那现在他不愿意接受，但是那个时候他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所以如果不发生这种情况，我认为台湾是没可能独立的。但是这种可能会不会出现呢？至少我们现在来看，还看不出这种迹象。就是我们现在在未来的30年、50年，我们也看不到中共这个体系一夜之间崩溃式瓦解，然后国内四分五裂。所以在我看来呢，台湾独立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就是这是一个现实条件。那么在台湾没有可能独立的前提下，那么台湾的未来就有这么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就台湾最现实的选择其实就是维持现状。什么叫维持现状呢？维持现状啊，就是在国际社会上啊，没有人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主权独立的国家。当然有很少的几个国家啊，现在可能有10几个。比如最近不是有个帛琉到台湾去访问去了吗？这帛琉实际上可能一共可能加起来就是几万人口啊。它虽然是一个国家，但是非常非常小。台湾靠这种10几个非常小的国家，还维持着一个主权国家的门面。你不管人再小嘛，人家是一个国家嘛，到台湾去访问，那赖清德他们还搞这个3军仪仗队去欢迎他啊。但是所有的主权国家的组织他都参加不了。你比如说联合国他参加不了，包括最近的世界卫生组织他也参加不了。但是除了主权国家组织之外，其实台湾都是可以参加的。比如说那些经济组织 WTO 啊，还有它什么各种各样的经贸协定啊，甚至包括它以主权国家的形态去跟周围国家签署的协议也是可以的。你比如说台湾要是跟日本签署这个渔业协定，其实也是可以的，那日本是承认的嘛，甚至中国大陆也是不干预这种情况的。所以它这个维持现状，就是说它没有一个主权国家的国际法的完整形态，但是它在现实生活中间，它是维持着一个独立政权。你想啊，它有自己的总统，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国家形态，定期举办选举，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它在整个政治运作过程中间是不受外来干预的，尤其是不受中国大陆的干预。那这不就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政权吗？我们不能把它称之为一个独立国家，但可以把它称之为一个独立政权，这就是维持现状的定义啊。这个现在是对台湾来讲，肯定不是最理想的，因为如果是最理想的，肯定是独立嘛，那就正儿八经变成一个台湾国。但是呢，它是最现实的，就是它虽然没有独立之名，但是享受着独立之实。你拿着中华民国的护照，你全世界你也可以到处去走，所有的国家都承认这个事实上的主权。那么这是第一种选择啊，这是最好的、最现实的。那么除了这个维持现状之外啊，最差的选项是什么呢？最差的选项就是被武统。这被武统啊，那你想想，那不管是哪种形态的武统啊，比如说中共大规模的登陆、焦土登陆，或者说呢围点打援，把台湾围起来，然后呢去打美军在冲绳岛的基地，还你比如说采用那种当年北平的模式，先把这个金门也包括澎湖拿下来，然后以战破和。不管哪种形式，这里头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武统发生的地点在台湾，战争发生的地点在台湾，它不太可能在大陆嘛。所以台湾都是战争的受害者。那么这个战争的受害者，台湾能不能承受？这赖清德啊，在这次讲话过程中间，他说了一句话：其实我们都知道，侵略者才是和平的破坏者。国际上有许多国家，包括台湾在内，其实是受侵略者的胁迫。
我也是坚定地追求和平，因为和平无价，战争没有赢家。其实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啊，我觉得这句话肯定是没道理的。战争怎么可能没有赢家呢？当年二战的时候，那中国和美国不就赢了吗？中国如果不赢下二战，能获得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吗？不可能嘛。那德国法西斯如果不被打败，欧洲能有今天的繁荣吗？显然也不可能嘛。所以战争显然是有赢家的，哪怕惨胜也是胜。二战如果从中国角度来讲就是惨胜，但是不管是惨胜也好，它毕竟是胜利，获得了战胜国利益。那台湾就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战胜国的利益嘛，原先割让给日本了，现在又回到中国的这个怀抱了嘛，这不就是战胜国利益吗？所以战争肯定是有赢家的，和平同样也是有输家的啊。所以对于台湾来说，一旦打起仗来，它首先就是个输家，但大陆未见得是个输家。这是其实我们评判武统过程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啊。那么这个武统过程中间啊，你不管是台湾，你怎么样，你将来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大陆的军队打台湾之后呢，台湾签下城下之盟，宣布投降，对吧？你投降了嘛。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美军介入，然后最后呢把大陆打败，打败之后呢，台湾宣布独立，就是这两种可能嘛。但是这两种可能啊，我个人认为啊，就后面这种可能性其实已经越来越低了。我原先专门做过节目，其实中国军队并不需要评估在战场上完全打败美军，它只需要在局部战场上让美军付出足够高昂的代价，美军其实就不会在未来的武统过程中间贸然的军事介入了。这个你只要看过去历史上所有的那些经验啊，包括数据啊，一定能得出这个结论啊。因为台湾并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嘛，他凭什么要为保卫台湾要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呢？更何况中国大陆和美国那两个核大国为了一个台湾不惜打核大战，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吗？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啊。所以一旦武统，大概率你可能要签署一个城下之盟。那如果你要是签署一个城下之盟的话，那你不就是你跟这个维持现状比起来，那就差很远嘛。所以武统对于台湾来说是最坏的结果。你不管从现实的伤亡的角度来讲，还是你武统之后签署城下之盟，你的未来的结果的角度来讲，都是一样的，都是最坏的。你签署城下之盟，你现在谈判的那些人有可能就会变成战犯，是吧？战犯之后押上法庭去审判，那你想想，这个结果肯定是非常糟的啊，这是最坏的结果。那在最坏的结果和最现实的结果之间，这是什么结果呢？就是一个和平统一。这和平统一啊，这台湾人很讨厌，是吧？包括现在的台湾人都认为和平统一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项。为什么呢？他们就提出了几个理由。你想大陆啊，在建国之后，和平统一的3个案例，第一个是西藏啊，第二个是香港，第3个是澳门，这3个都没什么好下场嘛。西藏当时是以战破和，最后跟中央政府签订了一个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但是后来呢，中共好像就反悔了，在西藏又搞什么农奴制度的解放啊，最后达赖喇嘛就流亡了。那整个西藏呢，也不是什么一个自治区了，就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普通的省。虽然现在还挂着一个自治区的名号啊，但实际上早就没有任何自治了啊。那香港和澳门大家也看到了，在香港后来跟大陆之间因为想要搞普选，大陆不同意，双方要搞反送中，最后23条立法通不过，大陆直接通过全国人大的释法，就把这个国安法塞进了香港的一国两制这里面的去啊，结果导致了香港今天所有的民主派什么立法会里头一席都没有了，整个香港的社会制度啊也基本都完全变了，变成了一国一制啊，跟中国现在大陆的省份也相差不多了。所以很多台湾人就说了，今日香港，明日就是台湾呢。如果你要是和平统一啊，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因为中国大陆啊，它毕竟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能够约束中国共产党的，其实只有他自己。你并没有一个超越中国共产党它力量之上的一个体系来保证你香港也好，西藏也好，回归到中国内政以后，它的权益
你就比如说香港嘛，香港后来你回归中国大陆之后，当时不是有个中英联合声明吗？但是你中英联合声明，你这个对中国政府有约束力吗？你变成了中国的内政以后，英国对待香港被中国大陆通过国安法，他有什么办法吗？不光是英国没办法，其实国际社会都没有办法，因为已经变成中国的内政了。所以你说台湾人的担心有没有道理？我认为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你一旦变成中国内政，那么谁能约束中共呢？没有了。谁能保护台湾人的利益呢？没有了。所以所谓的和平统一，他们看到就是这个下场。但是我这里也要讲啊，那么过去的西藏模式，也包括香港模式，也包括澳门模式，是不是和平统一过程中间的唯一选项呢？那这个不一定，也有可能出现第二选项和第三选项，这个是取决于双方怎么谈的。你包括我去台湾采访台湾原先的副总统吕秀莲，吕秀莲不就是提出来两岸之间应该用邦联吗？类似于欧盟这种方案吗？欧盟的方案呢，就是你保持自己的主权独立，但是呢结成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那就是欧盟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案大陆可能不会接受啊。但是这里头意味着，其实你要谈和平统一是有不同选项的。其实对于台湾来说，能不能谈出一个不同的选项，那要看双方的智慧了。也就邓小平早年提出来的一国两制啊，对于台湾来讲，那提出来的那个条件还是比较优惠的。你比如说，他是保留自己的军队，保留自己的所有的政府体系。那么你能保留自己的军队，那就不一样了嘛。那你香港是完全没有自己的军队。当时中国和英国谈香港问题的时候，就要求自己必须在香港驻军。英国当时提出来啊，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呢，那邓小平是坚决不答应，一定要在香港驻军，因为他认为这是主权象征。香港要驻军的，国家为什么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这个英国外相跟我会谈的时候，他们都说，这个他们当然希望中国不驻军。另外一种形式，但是他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主权，有权在香港驻军。对，好了，这个明确得很的。但是对台湾来说，那邓小平就说，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大陆不驻军。所以，台湾实际上是存在不存在比香港更优的选项，这个我认为是有可能的。但是啊，就即便存在一个更优的选项，那么将来是不是存在着变的可能性呢？这也是完全存在的，完全可能的。就是我先把你统一了，统一了之后，过了20年，过了30年，或者过了50年，然后我大陆再慢慢的收拾你，这种可能性存在吗？也是存在的。客观来讲，不能排除，因为就像我讲的，其实中国它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能够约束中共的其实就是中共自己。它不是有一个宪法法院，不是有一个什么最高法院能够约束中国共产党。人大就是一个橡皮图章，他到处一释法，说台湾现在乱搞，是吧？这个军队不要搞了，这个国际社会也没有什么太大办法嘛。所以台湾人的担心，我个人觉得啊，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是不是只有西藏和香港方案？我认为不一定。这是关于这个和平统一这个选项啊。那接下来啊，我来回过头来再讲一下维持现状。因为大陆啊现在跟台湾之间，那既没有武统，是吧？也没有谈和平统一，那么就是一种不统不独的现状嘛。但是这种不统不独的现状，维持现状对台湾来说是最现实的、最有利的。但是如何维持现状啊，其实也需要技巧的。在这里头，我给大家讲一下，维持现状也分好几种选项。这里头最优的选项是什么呢？我觉得最优的选项是大陆和台湾能够签署一个和平协议。因为在江泽民时代，也包括胡锦涛时代啊，其实大陆都向台湾喊过话，说实际上两岸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啊，来签署一个结束敌对状态的这么一个和平协议。因为大家都知道，海峡两岸之间啊，在法理上现在还是处于内战状态。因为当时是毛泽东是吧，中国人民解放军把蒋介石政府啊从大陆赶到了台湾，赶到了台湾金马啊，双方是打仗呢，还有解放金门呢。
或者在金门沿线守住了，但是最后呢还是前线啊，双方在金门前线那一直打，那50、60年代打得还蛮激烈，但是不光是在陆地上有打，然后空战还经常时不时的你击落我几架飞机，我击落你几架飞机，然后在金门前线呢，最后呢还是有炮击，炮击呢最后呢什么打当不打双，你今天你给我打一下，中间休息一下，一直到1979年，大陆的政策变了，发表了一个告台湾同胞书，就希望能够和平解放台湾。那么至此之后呢，双方就都不打炮了。这不打炮了，它相当于一种就是战争状态的停息，就不打了嘛。但是双方是没有一个法律协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朝鲜实际上还有一个停战协定，就双方有一个共同的停战协定。双方这个停战协定啊，那到现在也已经都好几十年了，双方还是遵守的。但是大陆和台湾之间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停战协定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和平协议非常重要呢？如果你签了和平协议，那么你大陆和台湾之间就解除了敌对状态，而且这个和平协议呢，实际上对大陆和台湾之间呢都互相有约束力。这个和平协议啊，我觉得跟统一谈判不是一回事儿，只是结束敌对状态。但是这个和平协议呢，可能双方都要有一些承诺，有大陆需要台湾承诺不独立，台湾需要大陆承诺不武统。我觉得这个啊，实际上双方都能够各自接受的底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签署一个和平协议。这个和平协议的好处啊，就是把未来台湾问题的解决啊交给时间。因为这一代人我们解决不了，你台湾和大陆的政治制度相差蛮远的，就算是按照台湾的国统纲领讲到未来中国的统一，那也是在民主、自由、均富的基础上进行统一。那你现在两岸之间的制度差异很大嘛，实际上一国两制啊执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大家可以看香港，为什么一国两制执行起来不容易呢？是因为一国两制本身它有很多内在冲突，这种内在冲突如果是控制不好的话，它会造成裂解。所以就从北京的角度来讲，他没办法接受一个香港选出来的跟北京直接对立的特首嘛，这就是一国两制在台湾很难实行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对于台湾来说呢，他可以以这个理由跟大陆去谈，也就是说实际上现在不具备统一的条件，那么只签署一个忠诚协议。这个忠诚协议比如说50年或者100年，当然时间越长越好了，那签500年那就是等于事实上的独立了啊。但是这个问题的好处是什么呢？问题的好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么台湾海峡两岸的局势有可能出现2个方向的变量。第一个方向的变量是有可能朝对台湾有利的方向去变化。你比如说啊，我一开始讲了，台湾独立只有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性就是大陆出现崩溃式解体。那么未来呢？你比如说50年以后，我们签署这个协议，50年以后我们再谈。那这50年，中共如果统治不下去了，那他自己经济崩溃了，然后国家解体了，那这个时候台湾再宣布独立，那肯定啊，大陆也管不着了，台湾也就趁势就独立了嘛。那这个是对台湾有利的方向。或者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陆这些领导人也变了，变来变去啊，觉得好像台湾这个国家好像也没必要非得让它统一了。他如果是搞个公投，他就独立，可以就独立吧。那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啊。也就是说，时间的流逝有可能出现对台湾有利的这个变量，当然也有可能出现对台湾不利的变量，就是大陆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越来越强。那越来越强，那台湾独立的可能性就越来越低了。那到那个时候，那就谈判统一嘛，那没办法嘛，你独立不了了，那你只能接受这个现实，是吧？所以忠诚协议，当年克林顿提出来的啊，忠诚协议，其实这个协议对台湾是最好的一个方案，就是你要维持现状，通过签署一个和平协议的方式，就是未来50年之内，台湾不独立，大陆呢不武统，把这个问题交给下一代去解决，交给时间去解决。那么第二种选项呢，就是现在国民党前一段时间国民党的那个选项，就是不独、不统、不武啊。马英九当时不就提出来了吗？是吧？这不统、不独、不武呢，就是说，我们还都是承认9·2共识，一个中国，但是呢，现在不具备独立的条件，也不具备统一的条件呢，那就维持现状嘛，先维持着，我们也不签署什么协议啊。但是这个条件啊，它需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台湾你必须接受9·2共识，你接受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那么大陆就可以容忍，至少在现阶段的一段时期之内，它可以容忍台湾你还是保持这种现状。这是第2种现象。第3种选项呢，就是一个比较糟糕的选项，因为2个路线不同啊。因为在野党一个是接受9·2共识嘛，一个是主张两岸一家亲嘛，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啊。那民进党是主张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啊，主张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要由2300万人决定啊，主张台湾的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啊，不能够放弃主权啊。就台湾呢，不断的建构自己的民族主体叙事，就台湾人的叙事切割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强调大陆是境外敌对势力，讲述台湾的主权独立，大陆和台湾之间互不隶属。那这个其实就是在拼命刺激大陆嘛。我为什么说维持现状它需要技巧呢？因为早期维持现状并不难，因为那个时候呢，中国大陆其实没有能力跨越台湾海峡的天堑，去直接武力统一台湾。因为49年之后，大陆说是要统一台湾，其实他没有这个能力，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啊。台湾能够维持事实上的这种独立，它有几个因素，一个就是台湾海峡，它确实是个天堑。第二个呢，当时在美军对它的支持之下，它其实在军事上跟中国大陆比起来，它并不落下风，尤其是空军。当时在台湾海峡过程中间这台湾的空军那对大陆的还是有碾压式的优势了，在香港讨论时期之内第3个因素是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它保持的一种战略模糊，让大陆觉得你要是发动武统打台湾，美军就有可能军事介入，大陆投鼠忌器。这3个因素保持了台湾的事实上的这样一种独立。但是这几个因素现在都变了，随着中国大陆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其实台湾海峡的这个所谓的军事屏障的作用已经越来越低了。然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军力对比，现在其实在我看来已经没什么对比价值了。第3个就是美国的战略模糊，就是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效能在不断的递减。就我讲的，只要是中国大陆判断美军认为他需要付出足够的代价，那么其实他就不会介入到台湾未来出现的台海之间的战争中间了。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你要维持台湾的现状，你就需要技巧了。因为早期是大陆打不过来的情况下，你维持现状嘛，你不接触不谈判，不就可以维持现状吗？但是现在当大陆越来越具备在军事上拿下台湾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你这种情况下你要再想维持现状就需要智慧了。就我说的刚才说的要维持现状的3种可能，这3种可能中间最差的可能，你就是不断刺激大陆说台湾主权，你说这个境外独立意识，因为你其实这种刺激的结果是早晚有一天大陆可能会失去耐心。当他认为他的军事实力迈过某一个门槛之后，他可能在某一天可能就会发动对台湾的武统。以上呢就是我对台湾未来的几种可能性所做的分析我所做的这个分析归根结底都是一点，都是站在台湾人的利益去考虑这些选项的，并不是站在一个中国大陆人的角度因为我个人认为台湾在过去的70年独立发展出来的现在的这样一种民主化的形态对整个中华文化来说也是一个贡献。因为这个贡献呢，其实也是对于中国大陆未来的这种所谓的改革来讲它也是一种资产。我也不希望它一夜之间就灰飞烟灭。更重要的一点我过去在接受台湾媒体的采访的时候，我也讲过，就台湾现在其实能够妨碍大陆对它武统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其实它不背离中华文化，能够让中国普通的民众不要丧失对台湾的好感，这一点特别重要如果要是说你在文化上跟中国大陆切割，导致你自己变成一个台湾主体叙事，这个台湾主体叙事可能对民进党它的执政来讲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但是对于中国普通大陆的
的这个居民来讲，普通的民众来讲啊，这个其实啊是在情感上切割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联。假如这种情感切割啊一旦完成啊，那么大陆在武统上去对台湾进行动武啊，那么可能啊在道义上，甚至包括在情感上，就少了许许多多的这样的这种羁绊。所以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是不希望如此的啊。所以我从分析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啊，基于现在的现实，台湾现在是走在一个对自己最不利的道路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民主是我们的市场，是我们的价值，也是我们国力的展现。台湾曾经是世界戒严最久的国家，现在我们是亚洲民主的灯塔。我们不怕意见不同，因为民主的核心就是在分歧中找到团结。我始终相信民主的纷争要用更大的民主来解决。过去1年，面对国内的政治局势，我们透过朝野政党共组祝贺美国总统就职代表团，展现民主台湾团结一致，深化台美关系。本人保证在任期之内，不会宣布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路线，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香港要驻军的，国家为什么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这个英国外相跟我会谈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他们当然希望中国不驻军，另外一种形式，但是他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主权，有权在香港驻军。对，好了，这个明确在这里。因为2个路线不同啊，因为在野党一个是接受9二共识，一个是主张两岸一家亲嘛，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啊。那民进党是主张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啊，主张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要由2300万人决定啊，主张台湾的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啊，不能够放弃主权。